大家好，我是牛奶。万蛇峡内，韩雪一行人遭遇银蛇夏莽。夏莽见韩雪长得漂亮，就想把人绑回去给她生蛋蛋。韩雪誓死不从，却因实力不济，即将被掳走。千钧一发之际，重伤未愈的萧炎释放出强悍的灵魂攻击，吓跑了夏莽。由于萧炎并未直接出面，还伪造了声线，劫后余生的众人都没能想到，这位实力极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炼药师前辈正半残地坐在他们车队的马车上，唯有韩雪若有所思地看了萧炎所在的车厢。当天夜里，车队停下来安营扎寨，萧炎因不想被韩雪逮着教训，就下了马车准备干点活。奈何他刚抱起一些帐篷架子，准备朝着韩冲等人选定的扎营点走去时，就被一道强烈的视线锁定了。抬眸，萧炎冲着前方点头微笑道：“韩雪小姐，是有什么事吗？”闪身一把抓过萧炎的手臂，韩雪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将一道斗气打入了萧炎的体内。萧炎知道韩雪并无恶意，不过是对他起疑，想仔细探探。心念一动，萧炎体内本就不多的斗气瞬间散于经脉之中。韩雪那道探测斗气在萧炎体内钻了一圈无果后，无奈返回。果然是自己想多了吗？韩雪有些失望，瞥了萧炎肩头扛着的帐篷架子一眼，韩雪道：“你体内伤势不轻，便不用干活了，这些事让其他人来做吧。”闻言，萧炎爽朗一笑，表示不用了。自己虽然受了伤，但却不是废人一个。随后便扛着帐篷架子绕过韩雪，对着韩冲他们走了过去。凝望着萧炎那有些消瘦的背影，韩雪自嘲一笑，自己怎么会有那么不切实际的想法。夜晚，萧炎正盘坐于一处简陋的帐篷内修炼，那种修炼所使用的药液随着天地能量灌注进入萧炎的体内。萧炎无力的身体正在渐渐恢复，直到大漠的天际逐渐出现一丝晨辉时，萧炎才猛地睁开双眼。这是什么？缓缓摊开掌心，萧炎死死地盯着那一团碧绿中带着一丝淡银的能量，竟然是空间之力。萧炎狂喜，手掌平探而出，旋即猛然一握，面前的空间还真的出现了一些细微的扭曲。要知道，空间之力可是斗宗级别方才能够勉强控制的神奇力量之一，如今却是被尚且还是7星斗皇的萧炎所掌握。虽然只能掌握一点点，却也足够喜人了。当真是祸福相依啊！自己先前被空间之力摧残的苦可太值了。萧炎很是感慨。万蛇峡之后的路程很是顺畅，萧炎他们距离天北城也越来越近了。随着这几日的调息，萧炎的实力也逐渐恢复了7、8成。不过他并未展现出来，因为他喜欢车队里的这些憨直汉子，不想因为自己的实力暴露，令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敬畏生疏。老实说，以萧炎如今的实力，想要掩藏自己的气息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就算是面对面，一些斗皇巅峰甚至是斗宗强者都是难以判断其真正的实力等级。可韩雪这一路上却依旧暗中对萧炎试探不断，甚至私下命令手下优待萧炎。萧炎都快对自己产生怀疑了，可是他很确定自己绝对没有暴露丝毫的痕迹。女人的直觉真的如此可怕不成？萧炎暗暗叫苦，之后便决心尽量拉开自己与韩雪之间的距离。韩雪与萧炎的暗中交锋持续了很久，直到某天夜里，众人正围着火堆吃饭时，一只绘有韩家族徽的传信鸟从天北城的方向遥遥地飞了过来。他们平静的赶路生活终于是被打破了。韩家在天北城曾是数一数二的大势力，只是家族之中已经许久没有过超级强者诞生了，而年轻一辈之中也没有几个能拿得出手的，这直接导致韩家的势力范围逐渐缩水。韩家的死对头洪家则是与韩家完全相反。自洪尘成为风雷阁的弟子，洪家得风雷阁庇护后，逐渐一家独大。洪尘更是凭借着天北城同辈无敌的实力，嚣张的没边了。他看上了韩家的一对姊妹花，就想要强娶。洪家家主洪立对此乐见其成，只要这事儿成了，美人是他们洪家的，韩家也将是他们洪家的。传信鸟正是韩家族内放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告诉韩雪始末，提醒韩雪多加小心，因为洪家最近打算对韩家出手了。车队的众人在得知洪尘的骚操作之后，直骂洪家欺人太甚，是在想屁吃，并暗下决心一定要保护好韩雪小姐。韩雪清楚明天将会有一场硬仗要打，嘱咐众人提高警惕，多加小心之后，她看了看萧炎，
随后便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帐篷。沉默了半晌后，之前专心跑火堆的萧炎最终还是坐到了韩冲的身边，打探起了洪家的消息。在听到风雷阁时还暗叹真是无巧不成书。韩冲是个心善的，他知道韩家快不安宁了。回答完萧炎的问题之后，就拍了拍萧炎的肩膀道，等到了天北城，我会让小姐给你一笔盘缠，你便自行离去吧，免得牵扯进来。闻言，萧炎笑了笑，内心却是长叹了一口气，人情这个东西最是难还。当天正午，韩家车队果然在天北城界碑处遭遇了伏击。然而让韩雪万万没想到的是，洪家为了强行带走他，竟不惜出动了本家的洪木、洪烈2位长老。韩雪冷笑着讽刺洪家，真是好大的威风，为了强抢一名女子，竟然出动了2名4星斗皇。洪烈觉得面子挂不住，粗声粗气的让韩雪不要说那么多废话，他们也只是奉命行事罢了。羽碧就想直接带走韩雪，韩雪哪里肯从，手持长剑就同洪烈打了起来。洪烈脾气急躁，一出手便是动用了全力。韩雪硬接了他一掌之后，娇躯就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倒飞出去了老远，才堪堪稳住身形。能接住老夫一掌，你也算有些本事了，难怪能让少爷看上。纹丝不动的洪烈看了韩雪一眼，淡淡的道，随后再度出手准备结束战斗。韩雪不过3星斗王的实力，哪里是洪烈的对手？感受着洪烈那比先前更加凶猛的攻势，韩雪的脸上终于是浮现了一抹凄楚的绝望。就在那凶悍掌风即将落到韩雪的身体之上时，一股无形的力量陡然涌现，不仅轻易将洪烈的掌风化解，余下的力量还将洪家众人震得齐齐倒退了好几步。哼，遗老七少居然也能如此理直气壮，真是好不要脸。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令得场中所有人都是愣了愣，随后目光急速在周围扫动，唯有韩雪美眸直直地锁定着萧炎所在的车厢。虽然这次的声音清澈有力，不似上次那般苍老，但韩雪就是知道是他。洪烈大声报出洪家名号，希望这位未知的强者能卖个面子。然而萧炎既然选择出手，就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随着一道嘎吱声响起，萧炎在韩冲等人震惊的目光之中走向了韩雪。没事吧？在韩雪身旁停下，萧炎苦笑道，果然是你。韩雪的脸上浮现一抹狡黠，女人的直觉还真是可怕。萧炎无奈的道。韩雪却是摇了摇头，直接点出萧炎露出的马脚，能够在受了这么严重的伤之后，短短几日内便可以继续活蹦乱跳，这可不是寻常人能够办到的。闻言，萧炎挑了挑眉，随后释怀一笑，原来是这样。阁下是何人？似乎面生得很，想必应该是第一次到天北城吧。红木沉声道。他以为萧炎不知轻重，殊不知萧炎是深思熟虑。带人走吧，这里的人我暂时得保他们。萧炎的想法很明确，保护韩雪他们回到韩家之后，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到时候洪家再想如何，他也绝不会插手。阁下是真想得罪我洪家了？红木没品味出萧炎所说的暂时，只觉得萧炎不识好歹。闻言，萧炎笑着表示，至少凭你2人还没那资格从我面前抓走一个人。此话一出，洪烈那个暴脾气就不乐意了，他觉得萧炎过于狂妄，若非萧炎先前偷袭，怎么可能会击退自己？更不要说还有红木在，萧炎绝不可能是他们2人的对手。萧炎却是不想再同他们2人多费口舌，偏过头，萧炎对着韩雪等人轻声道，跟我走。韩雪正愣间，萧炎已经走在了前方，望着那身着普通麻布衣衫的消瘦背影，韩雪突然觉得一股莫名的底气与安全感从其心中涌现，旋即银牙一咬，玉手一挥，轻喝道，跟上。车队开始缓缓移动，然后在一种诡异的气氛中，不紧不慢地跟在萧炎后面。韩雪一行人其实都紧张的一手汗，但萧炎目前是他们唯一能寄托的了。后方红木与洪烈见萧炎竟然如此打他们的脸，当下就命令同他们一起来的众多黑影人杀。其实他们很清楚那道无形的力量究竟有多么强横，但萧炎年轻的脸庞实在是太没有说服力了，他们更倾向于萧炎是在虚张声势。于是被他们派出的黑影人们就悲剧了，萧炎仅仅只是握拢了手掌，尚未靠近韩家车队的黑影人就如同割麦子一般诡异倒下。
红木见此情况，眼头猛地一缩，但想起洪家家主的交代，还是硬着头皮招呼红烈一起上了。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他们二人上来就是最强的杀招玄火洞、木气生。他们二人的斗气融合十分强悍，在以前的战斗之中更是无往不利。可惜他们今日的对手是萧炎，在萧炎面前玩火，简直就是在找死。只见萧炎轻挥了挥袖袍，红木与红烈召唤出的庞大火焰就被一条不足手臂粗壮的碧绿火焰一口吞噬。之后碧绿火焰速度不减，直接轰在了那根本来不及躲闪的二人胸口之上。望着那脚步查着地面急速后退的红烈二人，韩雪的眼瞳之中异彩闪动，此人太强，退！红木深知他们二人不是对手，当机立断招呼红烈快跑。然而晚了，既然动手了，自然不能让你们如此轻易的离去。萧炎的话音刚落，人就已经消失在了原地。韩雪他们只觉得眼前一花，两道身躯就被萧炎丢在了他们的脚下，由你们处置吧。低头望着脚下脸色惨白不知死活的红木与红烈，韩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短短不到10回合，直接生擒2名4星斗皇，这等实力，即便是放眼他们韩家，也是难寻几人。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